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现在我们来为各位讲解这个 GWD 第4回的第3篇阅读，这是一篇蛮长的而且蛮难的阅读，对不对？好，那各位就像我们 Dustin 在模考班里面说的策略一样，好，就是说，当你今天在看阅读的时候，你要根据3个要素来决定它要怎么处理它。好，第一个是长度，第二个是前2句话你读起来，你觉得是不是题材对你来说是比较生硬的？然后第3个是这篇文章在考试的时候的位置。OK。好，那我们根据这3个因素综合评估，我们可以发现这篇文章我们肯定是要采用这个第2种策略，也就是说，在读文章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抓到每一个态度的论点以及语气转换的这个关系。但对于这些论点里面继续讲述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但是呢，如果看不懂的话，请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重读身上。OK， 我们只要能够抓到主要的态度跟基本的架构，就可以把时间省到后面去。来做题目的时候，如果真的考到细节，再回来定位去重新仔细阅读细节，这样的做法会是最省时间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如果我们按照刚刚讲这个读法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文章主要是可以分成这4个段落。好，首先呢，第一个段落先跟你讲这个钻石是怎么形成的。OK， 好，所以呢，当你今天或者钻石很稀有这样子，好，当你今天发现第一段来讲这个钻石很稀有，然后接下来还开始讲说钻石怎么形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它只是在解释一种机制。好，那这个地方呢，比较不像是所谓的就是某个人的推论或想法。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文章的背景资讯，还讲述钻石是怎么形成的。OK， 然后接下来呢，开始有提到说人们所提出的方法。那我们知道，当文章里面看到方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论点。OK， 好，那当今天这边提出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来思考，那这篇文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好。方法所回应的目的就是文章的主题，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方法，它是在去找指标性的矿物来侦测钻石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篇文章我们的主题是要怎么达成透过指标性的矿物来侦测钻石。好，那这边有讲一些过去的方法。好，然后接下来呢，这边马上发现语气转换了，提出一个转折。好，这个地方的转折，它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方法好是有一些局限，是不是那么有用的？好，所以这边是针对什么论点1的这个反驳。而接下来呢，文章的第2个地方，你可以发现第二段的第1句话，他就跟你讲说，今天在另外一个年代呢，我们开始有一些新的方法。好，注意到这个 refine 这个态度。好，当你看到新态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它的语气是不是过重或过轻。好，这地方的 refine 告诉我们一件事，新的方法并不是去完全取代旧的方法，而是去修正方。OK， 所以等于就在这边叫预期。等一下如果做到态度题或者是做到新态度的这个细节题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说今天新的方法是完全的去取代或者是完全的否定旧的方法。好，那这边就开始讲了2个方法。好，这边开始举例讲了说居石这个东西，好，以及后面这个Eumenet 这个东西。好，这是分别是2个独立的例子，这样子。好，那这篇文章我知道大部分人会遇到障碍的地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像这个地方开始讲钻石形成的机制，以及像这个地方开始讲他说两种这新的矿物是怎么样去跟钻石有没有形成产生连接的。但你其实知道吗？这2个地方都不影响你对文章里面重点的抓取。OK， 所以在读第1遍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知道说 OK， 这个地方语气这地方的语气还没有换，它还没有进入主要的想法，还没有某人提出的这个推论，它这边都还是在继续解释这个钻石怎么形成的细节。那么这边读不懂，你是不用回头看的。好，你要相信自己。很幸运，等一下不会考出来这边的内容。就算考出来了，你把时间放在那个时候再回来看，你的记忆力会比现在看懂，等一下就是直接做题更深刻。好，那同样的，像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他这边在举例。好，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讲前面的这个东西。好，是说要去介绍，就是去 refine 旧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他开始讲方法细节的时候，我们读不懂的时候不用感到害怕。好，虽然我知道大部分人的直觉就是感到害怕，但你要记得永远相信自己是幸运的。更何况等一下真的考到的时候，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回来补救，那才是重点。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2个地方你不要跳过，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只要发现语气态度没有换，只是在讲前面资讯的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并不需要去回读为了自己不懂的地方而会去回读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观念之后，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最低理解就是什么。好，一开始讲钻石怎么形成的，后来讲说人们为了侦测钻石用了一些方法，但这些方法有所局限。那所以呢，今天后来有学者发展出新的就是一些方法来修正前面的方法。好，这就是这篇文章读完之后，我们最低要有理解。当然，你如果理解的比这个更多更详细，那很好。
只是你要开始权衡一下，是不是你为了理解更多详细的资讯，结果在很多不知道会不会考到资讯上花了太多的时间。这篇文章标准的阅读时间其实是3分钟。OK， 好，来，那再来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哦。好，这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你刚好省时间的话，这边我们就可以回来仔细看了。好，来，首先第23题的地方，好，你要记住，我们在处理题目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第一轮是快速的筛选。好，先把明显错误的选项删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做细部的2轮筛选。好，当然看到主旨的时候，我们还没看选，请记得，好，看题干要仔细，然后看完题干到过选项之前，其实你要先稍微停一下，去想，如果是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有人问你这篇文章主旨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那应该是提出一个修正的方法，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先有这个回答之后，我们就来看5个选项。你会发现，你可以很明显的删掉一些跟你刚刚的回答差别太多的选项，比如说这篇文章明显就是没有提出反对。好，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所谓巨人媒体常见的混淆选项形式。文章里面虽然有新方法，可是这新方法只是 refine， 但今天他故意把它推成了反对态度。OK，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哦，像这个地方，好 ，B 选项这边跟 C 选项这边都是所谓的以偏概全。为什么？因为今天B 选项这个地方的确文章有提到，但文章里面提到只有在前1/3的资讯而已，而文章里面后2/3都在讨论是如何侦测，所以 B 选项是以偏概全的选项。好，那再来 C 选项的地方呢，它其实也是在讲，好，它在讲的是 Kimberley 的重要性。OK， 好。那这个地方也是在讲第一段这个内容 ，OK， 好，所以这2个选项就是属于以偏概全的选项 ，OK， 好，来，那如果你选到这2个选项的话，可能你就要检讨说你在抓文章架构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意识到文章架构这件事情，或者是你看完文章之后，是不是心里面没有这个最低的理解的 summary， 那你需要做逻辑检图来改善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多选项的地方，好，多选项说他今天去定义这个就是地理里面的这个就是定义这些就是钻石指标物的性质 ，OK， 好，那再来呢，E 选项叫什么？去解释一个方法。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心里面有自己的回答的话，那你这2个选项就非常非常好选了。好，那如果不确定呢，或觉得说好像第2段大部分的地方都也有在讲钻石的性质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回来看这2个地方这2个东西分别出现的地方，再去讨论它们2个的关系。好。当我们回来看，我们会发现，去解释一个方法是第2段第1行出现的 ，OK， 而今天去讲述这些指标物内部的性质，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从这边后面出现的。而我们可以去观察这2个的关系，发现说后面这些资讯其实都挂上了一个 for example，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文章的主轴，文章主轴应该是这一段所在解释的什么这个方法的本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答案选择E 选项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第24题。好，这一题呢，其实上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回去定位，但请你注意到题干不要就是看得太草率，题干一定要特别小心。他问的东西是居石 garnet，OK， 跟其他东西 garnet 性质的差异。好，所以这时候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是，今天这个地方它定位太过了。其实你可以发现。这边在讲的是居石，但是下面的地方在讲的是 immanent， 是另外一个化学物质，好，另外一个指标物。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定到后面的话，你就有可能会选到什么？你就可能会把 A 选项排除掉，因为文章里面虽然有出现 oxidation，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另外一种化学物质，跟 G10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如果你今天选到 A 选项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件事：是不是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你只有把字读进去，但是你没有去思考说它这句子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像这边你就应该要读得出来，这其实是并列的2件事情，好，2个证据。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读题干的时候太草率了，你没有去看得很清楚，你只知道说要找到这个化学物质，但你没有看清楚他问的其实只有这个化学物质，而没有后面的东西。OK， 好。那这个题目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B 选项没有出现啊 ，commonness of occurrence， 好，但其实上文章里面是有出现的。好，让我们来仔细看。好，文章里面他在讲居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他讲居石它本身怎么样的？好，它本身这边有讲说 a type of garnet typically found， 你们看到这个 typically 对不对 ？OK， 好，然后呢，你再继续看什么？你再继续看这个另外一个 more commonly found versions，OK。came from elsewhere in the mantle， 然后这边讲什么？这边讲说garnets with less composition were found only in the stability field。好，只有在有钻石的地方才有这个，而其他版本只是在没有钻石的地方才会出现。OK， 好，只是在其他版本则是在其他地方会出现。你有看到这边有很明显的讲到 more commonly， 所以他这边也有提到说出现的这个频率这样子。
好，所以最后呢，答案其实是 A 选项，只有 A 选项没有提到。好，那各位如果一开始就把 A 选项删掉，代表一件事情，你在读定位的时候，你今天定位的太过了。你要好检讨的是，你在看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今天你有先把题目的问题读清楚，或者是你在看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有去想过这个资讯它的界限到哪里，反而只是傻傻去往后一直看，这样对你来说不但是浪费时间，更有可能是做错方向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第25篇文章。好，那第25题，好，第25题这一题呢，你可以看到这一题里面有5个选项。OK， 好，那这5个选项里面，它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今天巨石这个东西在 Cambridge 里面所发现的巨石，它可以指出什么东西 ？OK， 好，那当然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回去文章当然是回去看巨石 Garnet 这个地方的话，好。但注意面对这种就是这种 cited 的题目的时候，就是问你文章里面所指出什么内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回去文章看这个地方的资讯，我们并不是只是看完，我们看完之后还要能够用自己的一句话回答才去看选项。OK， 千万不要现在就马上去看选项，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这边全部看完去直接看选项的话，选项里面字也不少，对不对？5个选项的字加起来跟这边的字几乎快是1比1的，好，甚至还更差。所以，当你今天没有去用自己的一句话回答的时候，这个时候两边的速度，两边要顺着看过去会很慢，会非常非常慢。更重要的是，你是拿一堆字撞一堆字，好，这是我们俗称一堆字撞一堆字，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就只是去对字有没有出现，你没有再去思考它背后想表达什么意义。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在做题流程上一定要做到的是，今天看完这个地方资讯之后，你在看选项之前，你不要被选项误导，选项会有很多字会尝试要误导你，你可能会疑神疑鬼。好，你要先用自己的一句话来整理这个地方的资讯。好，那看完这个地方之后呢，好 ，G10 Garnet， 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花时间慢慢看，因为我们刚前面有省时间。好，他说 G10 Garnet 跟其他 Garnet 的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好，然后接下来说什么 G10 Garnet 它比较只会在有钻石的地方出现这样子。OK， 那其他的人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有出现。好，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完之后要怎么回答刚刚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成2句话，一句话是有巨石的地方就比较有可能会有钻石，一句话是巨石这个东西的性质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好，那现在我们就用这些资讯来去筛选。好，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各位注意哦，第一遍筛选的时候，你速度必须要是快的。好，你要把明显跟我们刚刚的这个回答自己的回答，就是明显没有关系的选项先快速的筛去。OK， 好，但如果但凡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关系，你都要先把它留到第2轮。好。比如说今天呢 A 选项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会留到第2轮的，为什么？他跟我们讲说要有巨石的地方就有钻石。OK， 好，那这个地方好像跟这个态度跟语气好像跟我们刚刚看的有点像，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而 B 选项这个地方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说这些化学物质它会导致钻石的形成，可是我们刚读文章上只知道还要做化学物质的比较，所以这个选项是什么？是把比较的关系推成因果的关系，我们就把它删了。好，那 C 选项这个地方他跟你讲说 OK 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会有钻石，所以今天 A 跟 C 都是同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会到第2轮。好，那 D 选项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今天好就是这里面不太会有应该怎么讲？就是这个地方的钻石并不是来自于有钻石，并不是来自于钻石丰富的矿脉。这地方的资讯好像感觉上是一个否定的语气，它的方向好像是相反的。我们刚刚读文章发现它今天是正面的语气，说今天有巨石的地方就有钻石。可是杜选项跟我讲说不会有任何钻石来自于哪里，这个就很明显是跟我们读的这个大方向是错的。好，而E 选项这边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它用的是后面这个 email 的资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有自己的一句话回答之后，我们其实看5个选项，我们可以先用自己的一句话去筛选。好，跟我们的想法差太多的选项。好，你不需要去想任何的太多的细节。好，因为你想太多细节的部分，想看有没有混淆你，这是你自讨苦吃。好，我们想细节是什么时候？是现在再来想，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剩下 A 跟 C，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这2个选项，再看一次里面的细节。看细节的时候注意一些重点。好，尤其要注意的是什么？尤其要注意的是表数据或表程度的。好，因为这些数据或程度有可能夸张化，有可能来做过度推论。像这个地方 A 选项，它其实就有什么？它其实就有一个 90%，OK， 90% 的几率，但是回去文章检查之后发现，确定它并没有去提到到底几率有多高。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什么？属于 GMT 常设计的混淆选项形式，过度推论。OK， 好，那今天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呢？以后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在第二轮检查，请注意我说的是第二轮检查，好，第二轮检查发现有这种就是特别强调数据的，或者是强调程度的，我们都要回去文章检查，不是说必错，只是它可能会是一个陷阱。OK， 好，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最后这个第26题的地方。好，第26题的地方，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他问的是说，今天 Garnier refined usually in magnetics in prospecting for diamonds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ays？OK， 好，这个地方还问的是说，今天这个 Garnier 这个人他到底怎么用？好，怎么去使用这个 in magnetics 这个东西来修正 ？OK， 好，注意哦，今天看题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3个资讯。第一个资讯是它的题干的这个态度，第二个资讯是题干的关键字，第三个资讯是题干的这个语气。好，什么意思？这个题干里面的态度是 Garnier， 这个题干里面的这关键字是 in magnetics， 第四个题干的语气是他问方法。所以我们回去文章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3个结合在一起，缩小定位的范围。OK， 比如说今天提到 Garnier， 所以我们知道定位会首先在这个地方。OK， 从这边开始出现 Garnier。OK， 好。然后接下来呢，提到没有，从这边开始出现 Garnier，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好。然后接下来呢，提到了这个 in magnetics， 所以我们知道 in magnetics 这个地方其实是卡在这边 ，OK， 是卡在这个地方，只有在这边，所以就缩小了范围。然后最后提到了方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我们要怎么去把画成一句话回答刚刚的问题，而这句话必须要是能够解释方法。好。你要用这3个东西辅助，而不是你只是看到了这个关键字就赶快傻傻的回来看，这样你就会变成是一堆字撞一堆字。OK， 好，那我们今天确定了，我们要讲的是问的是做 in magnetics 方法。OK， 好，用 in magnetics 来就是侦测的方法。好，那我们这时候就来看哦。好，我们要想的，我们在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件事，我们要如何回答刚刚的问题。OK， 要用自己的一句话。好，那这边在读的时候发现说，他说 in magnetics 它不会在钻石形成的地方出现。好，那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里面的东西这里面的这个铁质，好。它如果高度氧化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钻石的，因为在铁质高度氧化的时候温度是非常高，那钻石有的话都被烧掉了这样子。OK， 好，那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侦测，我们是透过观察 in magnetics 氧化的程度来侦测。好，因为如果氧化太高的话，代表当时的温度很高，钻石就会被烧掉。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跟氧化有关系，是跟氧化的温度导致钻石无法形成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句话之后，我们来看选项。好，那5个选项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呢，基本上跟钻石有没有出现，好，跟钻石有没有出现有相关的，好，基本上只有什么？只有像 B 选项。像 B 选项，像 C 选项 ，OK， 好，然后呢，跟氧化有相关的大概只有像 E 选项，但是实际上 A 跟 D 这2个选项它是完全的方向相反，所以我们第一轮就可以把它排除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文章里面讲的语气是这个东西出现高度氧化的时候，其实这边是没有什么钻石的。可是 A 选项它总的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钻石。好，然后呢 D 选项这个地方呢，什么说这个氧化会导致钻石的形成，这个就更明显的是什么？是方向相反的。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最后剩下这几个B、C、E 3个选项的时候，我们就再回来重新检查一次细节。OK， 好，那检查细节的时候，对不对？要注意到什么？要注意到因果关系。我们刚刚说注意到就是数据跟程度嘛，那现在我们就要注意到第2个指标，就是如果句子有因果关系的话，剧本媒体最喜欢把2个没有相关的事情拉成因果了。OK， 好，所以像你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好 B 选项提出因果关系，他说因为不会出现在 stability field， 所以代表说这边没有钻石。好，那但是问题是文章里面它其实并没有讲不会出现在 stability field， 我们再回来再做第3度的定位，它只是讲说高度氧化的情况下没有钻石，它并没有讲说有没有出现就代表有没有钻石，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什么因果的关系的过度推论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E 选项的地方。好，E 选项做这个地方说什么？这个地方说今天in magnetics 它到底会不会被氧化？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钻石的密集程度。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它虽然提到2个东西，一个是钻石的形成，一个是氧化，但是文章里面只有说到相关性，对不对？文章里面只有说今天相关性是如果氧化程度高，代表
这边很热，所以钻石就不会出现，因为钻石被烧了。OK，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只是同一个状况下形成的两个结果，就是温度很高会同时导致氧化，跟同时导致钻石不见了。但是今天剧院媒体却把两个相关的东西变成了硬要拉成用 depending on 拉成了一因一果，所以这个也是因果关系的过度推论。好，所以现在从这两题细节题，我们知道混淆选项出题的模式都有个定性。我们下次在检查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程度或数据有没有过度的夸饰，并且要注意的是句子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它只是把相关性把它推成因果关系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选项它讲的非常的保守，它只有讲 indicate 就是讲指出，但并没有说今天这两件事情是谁因谁过，所以答案是 C。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讲解。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讲解。好，我们下次见，拜拜。